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埔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你锁定中华民国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Hot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来到第4天的 Final Day， 要进行的是男子的铜牌战。那刚刚我们看完的是女子铜牌战，紧接着登场的是由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队伍要来面对到日本。那北马里亚纳群岛呢是 Mr. 跟 Johnson 要来面对日本的高桥巧以及池田纯平。看到在今天下午2点半，在屏东大鹏湾，目前气温32度，相对湿度87%，但是现在的风势呢突然的变大，我们这个导播给我们画面看起来，这个风浪啊，真的是有一点点可怕啊。不过在场上的比赛是非常安全，那水域的部分，但是完全禁止民众来参与水域的活动。好，那在今天这场比赛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林静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彭一坤老师来为您服务。老师你好。大家好。那刚刚我们看完女子组比赛，当然非常恭喜日本队呢是击败人高马大的澳洲队，所以也证明在排球场上其实身高不是唯一的因素。是的。对。当然在接下来这一场比赛，日本又登场了，这是日本的男子的组别呢要对上的是这个身高同样也是非常高大的北马里亚纳群岛。那当然这个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其实它不是独立的国家，它是一个地区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的自由邦所以它是等于是用地区的身份来参与这一次在 ABC 的巡回赛。那2位选手呢，在这一次的比赛非常的突出从这个第12号的种子一路过关斩将了，来到最后的奖牌战。那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其实人口并不多大概只有5万多人。那在整个地区当中呢，有14个岛屿来组成，那面积大概是464平方公里所以我想在这么比较小的一个地区当中，人口数也比较少，但是他们有不错的一个排球水准。但过去他们跟澳洲是有很多的交流包括这2位选手 Mr. 跟 Johnson 也曾经拿下过今年太平洋迷你运动会的银牌。那当时就是这些南太平洋群岛的国家跟澳洲一起联合办理的这个太平洋迷你运动会最后他们是在冠军战败给了澳洲，拿下银牌。那当然高桥巧跟池田纯平的经验老道2位选手年纪是33跟32。那尤其是高桥巧，他也曾经打过仁川亚运，当时仁川亚运也打进到8强成绩非常不错。那池田纯平呢，也在澳洲巡回赛有出赛的记录，2位都是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好，我们来听一下主持人来介绍双方的球员以及今天的裁判。观赏2025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男子组铜牌战，由北马尼亚队出战日本队。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VC Taichung Band Beach Tour Pingtung Open Men's Bronze Medal Match.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vs Japan.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Kasim from India， 来自印度。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孙永琪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北马尼亚纳群岛队 Team NMI Number 1 Logan Mister. Number 2 Andrew Johnson. 接着介绍日本队 Team Japan Number 1 Takayashi Takumi.好，听完双方球员介绍，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不过，同样在奖牌战呢，大会也准备了这个纪念球待会要抛给在场边的球迷朋友。不过赛前呢，先指导一下，要先进行合影留念。
刚看到 Mr. 啊，很想要把球啊，赶快送给场边的这个小朋友啊，高桥也是一样。这次大会在商品的设计上面特别搭配了屏东这个原住民的风格非常具有巧思。大家都等着选手啊抛球的礼物啊。好，在进行完赛前简单的小活动之后呢，本场男子组的铜牌战马上要展开，将是由日本队的高桥巧率先来发球。好，这个退防有池田，斜线守住。哇 ，Mr. 退防之后来不及了。Mr. 身高有193公分，那江森呢身高185。那日本的组合呢，高桥巧是178，而池田纯平呢是189。阿沙希刚在做最后一个成功的击球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出他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对，尤其在核心的部分，因为当你在跳起来的时候，核心如果非常稳定的时候，你的打点啊精准度就会提高。这也是他为什么身材不够优异的时候，可以打出这样好的一个技术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北白里安纳群岛这边发球出界了，江森。两位日本选手呢，一位是33岁，一位是32岁。而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部分呢，江森28岁，而 Mr. 今年是23岁。北亚纳群岛刚刚在击球的时候也是有在看对方的防守再去打出虚攻球的点。高桥打向后排的空档，我们再看一遍。躲掉了拦网的 Mr. 这个弹网进啊，带有幸运的得分啊，对，4比2。好，突破，但是踢到铁板 ，Mr. 精彩的拦网，硬是把石田纯平的攻击啊给挡了回去。那现在双方3比4要换边，由北马里亚纳群岛来发球，江森，哇，这个跳发非常刚猛。好，守住之后，日本队也有机会反攻，打长啊，出界。比数形成4比4。是现在在场上的风非常非常大有可能观众没有办法感受到现在在场上这个风是对于比赛的影响。对，但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带到后头的阳伞，是它这个漂浮的程度，就可以知道现在的风势。是。直线，高桥巧守住了第一波，突破进攻。我们看到北马里亚纳群岛的这一波猛攻啊，从原本的2比4到现在6比4了。刚日本队第一波进攻的时候，也是采取尽量是用高的来打突破的一个方式只要对方球不发给阿沙希比较矮的选手，只要没有被压迫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送到网口上让他的搭档比较高的搭档来做突破的一个进攻。日本呢，在被对手连拿4分的情况之下呢，喊出了暂停，这个暂停叫得很早。是。
好，日本队稍微做一些调整。啊，打长，但是出了底线界外。江城发球，哇，又是 S 球。今天北马里亚纳群岛在发球上面呢，造成日本队很大的麻烦。我们通常碰到逆风的时候，都会采取这个跳跃强力发球的方式，让球击坠。还是没过。那现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已经是连拿7分了。哇，这一波攻势呢，来得又快又急。哦，日本队现在有一点点招架不住，已经落后5分了。哇，又是强劲的发球，炮弹式的跳发，连拿了8分。目前10比4，北马里亚纳群岛领先日本。这一颗很刻意的发向刚刚从来没有发过的这个接发球者哦，因为通常我们接发球者都会吃固定一个选手，如果另外一个会比较有一点会大意了哈。日本目前在这个阶段接发球不是那么理想，分数大幅的被拉开。对。哇，现在日本好像怎么打都不对。是，哦，从原开始的4比2，看起来的开局还不错。对。但是现在是连续丢9分，哇，连续丢第10分了。北马里亚的发球非常的犀利哦，而且点发得非常准。嗯。哦，那现在不只有风啊，雨也下来了。哇，在犹豫当中，要攻还是要举，那造成了这个失误啊，又让北马里亚纳拿下的分数啊。我们通常连续4分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暂停，第二个就是2个搭档换位置接发球，第3个就是擦眼镜，然后改变比赛的节奏。第5个就是自己调整一下心态哦。哇！但是我相信日本队能用的都用了，是能用的都用，依旧是止不住刚刚北马里亚纳群岛连拿11分的气势啊！是，好弹过去，哇！这一个重锤 ，Mr. 是 Logan Mr. 再来看一下193的身高，然后左手哇，直上直下。又是抓到了起跳时机，但是拦出了界外。哦，日本队再把分数要回来。那日本队即使在第1局要追分比较困难，是，但是一定要赶快把状态调整回来。第1局、第2局没关系，那希望从第2局开始能够回稳。我们通常球队在第1局如果大幅度被领先的话也没关系，就把这1局当作是下2局的一个准备跟调整。好，这个发球失误让北马里亚纳群岛拿下分数，目前15比6，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运动科学当中，我们刚刚看到日本队直接把他的冰水洒在他身上，对，就皮肤
其实这个有研究过，就是它可以降低他的身体的核心温度。事实上，它可以降低他的疲劳程度，这是有科学研究根据的。现在选手利用这个方法来降低疲劳程度，已经在各式各样运动都看到了。是哦。那有些是直接敷在这一个皮肤上缘哦，有些是直接接触手心哦，手心的部分。对，通常研究指出5秒到10秒就会有效果了。它直接刺激到那个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这次高桥的扑救呢没有办法垫高，16-7，领先的依旧是北马里安娜。江省斜线的进攻，这一球打长落在界内，非常的准。通常沙滩排球在世界巡回赛或亚洲巡回赛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比赛是4天哦，最多5天哦。每一天前3天至少都是一队打2场哦。对，所以在选手体能消耗上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他也没有替换的制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还有在比赛准备的时候，在体能的这个训练上哦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刚刚日本队的成功防守9-16。在江省的部分呢，其实他是左右开弓左手右手都可以打。这一球躲掉，但是队友已经先碰到球了。那从原本领先来到将近10分双位数到现在剩下6分，所以轮到北马里亚纳群岛也喊暂停。除了要赶快收下第1局不能让日本队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赶快调整回来，速战速决。那日本队当然最希望是即使拿不到第1局。但是，如果能够回归到正轨，那第1局输的还有一点价值。通常输队会利用这段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生理跟技术表现的一个形式然后来面对下面的2局面对下面2局的比赛。打短的，高桥救起来，接着进攻，有，哇，这个直线的空档让他看到了。来看一下，江省站的位置，他站在斜线呢，那高桥呢很聪明，打向直线。发球失误。17-11，双方换边。刚刚提到的体能问题，就是刚刚看到阿沙希的整个表情，他在喘气的一个情况，所以想到了体能恢复的问题。发球，漂亮的 S。今天北马里亚纳群岛在发球上带给日本队很大麻烦，不管是Mr. 或者是江省。都有发出直接得分的球，这一球就长了。
池田啊，花太短。通常逆风的时候，再加上有雨哈，那个球会变重哈，然后它原本发出的点的高度会变成不过网。哎，稍微拦了一下，但没有办法压回去。池田纯平的得分。比较开往的进攻，再交给高桥，哦，吞下去。哦，打到了标志杆。高桥之前在前2年看到他是比较壮的哦，他这一次看到他是有精瘦了哦。非常的精实，这个也有助于运动表现的的身体素质。哦，所以他在今年来到了屏东，确实在整个移动上面的速度很快。那另外在扑救的方面呢是表现相当好，所以相对他付出的比别人更多的体能，再加上他的年纪稍长一点点的，是，对他体能恢复都会有影响。我们可以从球员的表情、的喘息的情况，可以了解他的状况。化解第一个局点，池田发球。守住。高桥硬锤，可惜是落在了界外。那在这一球出界之后呢，在第一局最终就是由北马里亚纳群岛以21-15收下，暂时1比0领先日本。在第一局，我们看到日本队其实蛮可惜的，从一开局的4比2开始呢，出现宕机的状况，被北马里亚纳群岛呢一口气连拿了11分。那在这一波连续得分当中好像也奠定了第一局北马里亚纳群岛最终获胜的契机啊。那虽然在比赛的后半段，日本队是急起直追但是那一波连丢11分真的是太伤了。那好消息是，日本队总算是回到了正轨。那也希望在第2局能够带给Mr. 以及Johnson更多的压力。是。刚刚连续主播提到连续10分11分就是日本的被这个对方的Johnson破坏了很多第一波的组织进攻而且发球非常的精准跟快速，达到这个破坏对方第一波的效果。好，第2局由日本队先来发球。哇，这个起跳还是没有办法拦住池田。池田的身高其实比Johnson的身高再高一点点。哎，同样还颜色，是，几乎是相同落点，你一颗我一颗。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沙排球大概90%以上都是蓝直手斜它就是要守你的强攻斜的虚攻直线。可惜池田的发球过轻，今天池田的发球起伏比较大，包括在第1局也有这样的状况。他一直处在逆风的状态下，但是他用原来没有风没有雨的情况下来发球，当然球很有可能球就没有办法过网。哇，那这一次呢，来看一下北马里亚群岛精彩的拦网，跳举之后，
Mr. 没有被骗起来啊。没错，他还很沉稳的面对他的突破。好，打小脚。哎，打长，但是落在界外。哦，裁判是不是想要请裁判下来看一下，确认一下位置？来自印度的主审。沙滩排球这个好处哦，就是球印证据就在那边哦，很清楚。尤其是下雨之后更清楚啊，是，的确是inside。对，哇，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比赛也都不需要这个电子鹰眼的挑战，就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哦，因为它就是红土，哦，所以一样有类似的效果。哇，哇，这个直线界内漂亮。好球，哦，还是轻轻一推哦，在手腕的运用啊，因为我们在这2天其实都有提到哦，室内排球跟沙滩排球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手腕的运用。那这边老师，您过去是中华队的总教练，是不是您在指导球员或者是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在手腕运用上面，你通常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哦，跟一些方式？那一开始就是要先请他们做好这个虚攻球的一个动作形态跟一个模式。对。第二个就是要做好这个我们常常做的一个切扣的动作。切扣，然后融入在他的基本功跟他的打球观念上面。然后变成说是一个反射动作。啊，变反射。对。就是要让你的肌肉记忆。是。所以人家都说打沙排的排球员，这个秋柔真的是比较灵活。但是如果成绩比较低的选手，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打虚攻的时候，对方会知道你要打虚攻，然后你要打强攻，对方就知道你要打强攻。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跳起来，你跳大力就是要打强攻。哦，你轻跳了，对你轻跳就是要虚攻。所以你可以看这些比较高端的选手的时候，其实。他不管打强攻、虚攻，他都是怎样尽全力跳。是，他不会让对手有察觉的机会啊。所以这样的隐藏性哦，这样的强攻、虚攻打法的隐藏性才会比较高一点。高桥，哇，这球弹网，让澳洲有机会守住 ，Mr. 来了。好，池田压回去，再救，又是高桥，斜线。这个斜线差了一点点，哇，两边拼的是气喘吁吁啊！高桥是，从他的身材170几哦，到对方的190几，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拟，就是说170几他要进200分来跳，但是190几的进100分来跳，他所需要的体能哦是对方的2、3倍哦。那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对方是很轻松的，但是会喘如牛啊！真的，刚刚看到高桥，哇，这个好像要把所有的空气都吸到肺里面。是的，这个嘴巴张得很大。对，看他现在这样已经有点喘不过来了。他现在的一个体能状态确实是很明显受到考验啊。对，而且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凉爽的比赛环境下。如果今天现在目前是大太阳的话，哇，那更严苛了。对，有可能。会更快的 shut down。5比7，高桥发球，好，没接好，修正一下。好，池田，同样打在网带上，破坏了节奏。在这个举球的部分，对高手举球对沙滩排球来讲是一个噩梦所以我们通常会用药球，然后
要求去举球因为增加他练习的重量跟强度，还有增加指力、掌力等等，而且每天要多几百颗球，才有办法在场上比较稳定的来高手举。是，哇，这个幸运分日本拿到之后呢，双方扯平7-7。北马里亚纳群岛在比赛的一开始，但第一局拿下，第二局又是一路领先，但是这时候呢，让日本队连续得分的情况之下，形成了平手。现在沙希在打的球，为什么刚刚明明可以硬赛的明明可以不用触网的，就是因为体能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会有点差那么一点点。这个竞技运动里面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哇，体能跟不上啊，是真的是严重影响表现。对。刚刚的发球出界，球权回到了北马里亚纳群岛，江神发球，高桥给池田斜线重锤有。还是挡不住江神的进攻啊！我们看到池田即使位置站的还不差。9-8，高桥吊球，守住，澳洲的机会来了，江神精彩！江神是左右开弓的球员，所以他跳起来之后呢，到底用哪一手？这次他用左手，他有时候用右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真的非常漂亮。好，这时候交给 Mr， 身高193，哇，感觉在节奏的部分呢，由北马里亚纳群岛逐渐的掌握了。是的，高桥连动都不动了。第一时间没有启动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场边应该是喊出了暂停啊，11-8，日本队落后3分。当然，这个暂停呢，除了让对方的气势不要持续连贯下去之外，另外也是让高桥能够调整一下体能。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饮用的饮用水，也都是现在看到了，这是日本队有拿出比较有色的那个饮料。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瞬间补充的一个的运动饮料，它是有些是自己调配，有些是营养师调配的，它可以瞬间让选手能在恢复体能上或补充能量上有极大的效果。是。那如果你一直在高强度底下一直补充这一个白开水的时候，事实上对身体的帮助其实不大，尤其是在竞技的选手上面。好，那北马里亚群岛现在是连拿3分，暂停回来。有了，中断了对手连拿3分的气势。高桥暂停的第一颗能量是100分，对。所以拿下来是格外重要，也让自己再建立信心。是的。这次改用强扣。比赛来到21分，场边形成了技术暂停。看一下 Mr。这一个强扣呢是通过了池田纯平的拦网。事实上，这个球离网非常开所以他打出这样的球算是技巧非常好。我们有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这一个北马里亚群岛人口这么少，对，那为什么可以训练出这么好的选手出来？
因为我们在竞技运动里面有金字塔一个概念，就是底层的量如果越多了，说上面的值当然也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他们的确表现得非常的棒。哇，这球压回去了，哇，Mr。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一个术语就是在沙滩排球里面讲说，拦网的部分就是强攻就是拦，然后虚攻就是抓，就是强拦虚抓。所以宇安刚刚讲的就是好像拦抓。哦，那刚老师也提到啊，北马里亚纳群岛的这2位球员，这么顶尖的一个实力啊，能够在亚洲巡回赛打进到的奖牌战啊，是他们的人口只有5.5万。那台湾其实光是最大里啊，在左营区的福山里，一个里啊就4.5万人。哦，4.5，福山里就4.5万人。对，福山里就有4.5万人，台湾人口最多的里啊，所以他们人口跟我们的最多里其实相去不远，但是他们能够产出这么好的选手，确实也是。也许在沙滩排球，他们是有特别的做加强，是，但是确实在人口少的情况下，还能够有这样的好的选手，是，我们是其实人口不会是借口啊，对，应该这样说。哇！来看这球救不回来了，哇！Johnson， 哇！顺便一提哦，像现在瑞典跟挪威是这2届奥运的男子沙滩排球的金牌，它一样也是一个排球的沙漠的国家，对，但是它还是可以击败众世界的强敌哦，是攀上它最高的奥运金牌的殿堂里面去。这个其实这个都是蛮好的一个思考的议题。真的都不是人口特别多的国家，而且不是排球强国，没错，不是传统大家的印象当中。因为排球的传统强国，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南美啊，或者是在欧洲，欧洲的应该算是可能意大利，它有这个顶级联赛，巴西对，美国所以确实很多时候在运动竞技场上不是绝对如果说你说人口多就能够产出最好的选手，那也不一定啊。那我们就谈人口最多的印度。是，印度它的运动的实力，跟它的人口比例是不成正比啊，不成正比。对。好，来看北马里亚群岛这一次的轻吊，哇，高桥又是一个鱼跃的飞扑救球，来到了斜线进攻，哇，真的是拼了，哇，高桥他还站得起来吗？哇，他真的是。燃烧生命在救球啊！你看，先把这一颗救回来，另外在这个鱼跃，接着起身斜线的强扣，哇，已经完全燃烧小宇宙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了解他当选手在训练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多高啊，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竞技表现。这几波真的令人感动啊！是。好，退防哦，放枪。这是日本的机会哦，喊暂停了。我们刚刚看到 Mr 的手势，现在被追到剩下2分差，而且刚刚高桥的这一次不管是扑救还有强攻得分之后，我相信让日本队的气势又有点打上来，所以也很聪明啊。这边北马里亚纳群岛就马上喊一个暂停。对，他这个 time out 的 timing 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恰当。当对方一顺的时候，就我们要马上打出他的顺势。对，有些人把它剪断，用暂停把它强制的剪断。我
我们沙滩排球暂停事实上是非常短的30秒哦。其实它30秒恢复应该只有待会的前2颗球。前2颗。所以看看高桥，看一下高桥这几颗有没有办法让它变成是18比18号前2颗？对，前2颗有没有机会？再看这个鱼鹞，哇，非常漂亮，强攻。鱼鹞是它的特色啊，哦，然后马上再起身强攻，哇，得分之后真的站不太起来了。好，来看北马里亚纳群岛这一波进攻，哇哦，哇，哎，落地之后，希望池田没事，没事，希望他没事。啊，没事。好，来看一下重播的镜头。哇，落地造成脚啦，双方的脚有稍微接触到。应该江神撞到了日本队膝盖哦，撞到膝盖的大腿哦。好，池田比了大拇指，比赛继续，17比14，非常的 friendly。高桥开网，拦回来，哇，他再垫起来，他不能再接了，所以池田来不及的情况之下，这一球只能看着他落在界外。只不过如果他能再接的话，他愿意打第2颗。他一定会再接，因为看他已经起身了。是，他马上。我们再看一遍，他愿意再接。对，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再碰，他碰了也没用啊。如果他可以的话，规则可以的话，他愿意再接。高桥第一次来到台湾啊，最喜欢吃台湾的卤肉饭啊。好，希望这一场比赛他打完了，不管输赢啊，好好的再品尝一下台湾的美食，再回日本。是。15比18。发球太长。好，高桥利用手腕，可惜这个切扣角度不理想，落在了界外，所以双方换边之后呢，北马里亚纳群岛来到了赛末点，5个赛末点。33岁的高桥巧，燃烧生命，燃烧小宇宙，但是现在要面临对手的5个赛末点。好，高桥开往重锤，斜线守住。来看。强森直线高桥守不下来，所以在第1个赛末点，我们看到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就成功的拿下在第2局再度以21比15胜出最终恭喜 Mr 跟 Johnson 以2比0击败了高桥巧跟池田纯平，也恭喜大会的第12号种子来自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团队拿到了男子组的铜牌。哇，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刚刚不断的介绍北马里亚纳群岛这个地区人口并不多，面积也不大，但是在这一次的 ABC 的亚洲巡回赛在屏东站的部分呢，是登上了颁奖台，非常恭喜他们。不过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日本的2位选手也展现韧性虽然第1局曾经一度被对手打出了一波11比0的攻势但是在后头追赶呢，也造成了这个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压力，包括在第2局也逼出了暂停，当时是落后2分但是不管是池田跟高桥，确实2位年纪都超过30岁，在体能上的负荷呢是比较巨大。我们知道短短4天要打的比赛真的太多了，所以真的对于2位日本的选手年过30，在体能恢复上面呢是稍微吃了一点亏但这一次的屏东站也表现得非常精彩，也获得了第4名，恭喜他们。好，在看完了在男子跟女子的铜牌战之后呢，紧接着就是要来到了这个男子的金牌战，这是澳洲内战澳洲的 Potts 跟 Pierce 要来面对的是同队的队友这个 Ben Hood 以及 Joshua Howard。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